我国一艘满载2.9万吨稀土的货船沉没在了俄罗斯海域，而这艘船沉没的原因，居然是遭到不明物体撞击。那么，这个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呢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继我国渔船接连出事，遭到别人水炮轰击、围攻扣押之后，现在轮到了我国货船。在前些日子，我国一艘满载了货物的干货船，在俄罗斯鞑靼海峡附近沉没，船上的21名中国船员在俄罗斯救援船的及时赶到之下全部获救，目前已经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根据当事船员的说法，这艘满载2.9万吨货物的运输船在行驶途中遭到不明物体的撞击。当船上人员发现船只遭到撞击后，下去检查，发现船体有个洞，首尖舱和前舱一直在进水。随后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在进行将洞堵住、排出船舱内的水等相关工作。但由于洞口实在是太大了，这艘船还是不断进水，水浪开始冲击货船，抽水泵没能及时将水排出，这艘运输船最终沉没在了大海之中。这次的船只沉没看似是一次很正常的航行事故，毕竟事发地点就是一片高危海域，即便是海图中已经将周边探测的挺清楚了，依旧有着大量的危险地点在随时变化，每年都会沉上几艘船在这儿。但这次的这艘船可不一样，这是一艘满载2.9万吨货物的干货船。这2.9万吨货物全部是铝矾土。铝矾土作为一种稀土资源，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，国防、航空、汽车、电器、化工、日常生活用品都离不开它。在进行精密铸造的时候，必须要有这种稀土材料才能够铸模。在军工、航天、通讯、仪表、医疗器械上，同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这种材料的耐热性极强，能承受1780度的高温，可制造消防员的衣服，以及大量需要耐温高的产品，比如超音速甚至是高超音速导弹弹头的耐高温涂层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都明白了，这种材料堪称是万能材料，但具体的用处可能还不太清楚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高超音速武器。高超音速武器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快，能以超过5马赫甚至是数十马赫的速度飞行。这也导致了高超音速武器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，这种摩擦会使得弹体表面的温度急剧上升。如果采用普通材料作为弹体外壳的话，那么高超音速武器在空中飞行中就会自然爆炸，因此必须采用耐高温材料来制造弹体外壳。像俄罗斯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高的高超音速导弹了。而我国的东风17速度为10马赫以上，相比较先锋导弹，速度虽然慢了一点，但是耐高温的需求就低了。以汞矾土1780度的耐高温特性，完全可以作为此类高超导弹的弹体耐热材料，并且汞矾土在我国的产量巨大，可以大批量供应，确保高超导弹等先进武器可以进行大批量生产，对敌人形成全面威慑。本次事故中，船员说是船只在晚上航行的时候连续遭到水浪撞击，最后不知道撞到了什么不明物体，随后才出现船只进水的状况，并且一开始漏的水并不多，只是在后面进的水越来越多，才导致这艘数万吨的货船沉没。但是像这种数万吨级别的大型货船，一般都有专门的防海浪撞击设计，也有很多的水密隔舱，很难想象这么一艘满载了稀土的货船就这么被撞沉了。说不定这次的撞击就是有意为之，毕竟这次运送东西虽然不是武器弹药，但是却是制造高端武器弹药必不可少的材料，经过的又是俄罗斯海域。兴许有人认为这是俄罗斯打算采购这些材料用于制造高超音速导弹，毕竟全世界现在能量产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
除了中国就只有俄罗斯了。而为了阻止这种事的发生，便使用一些不怀好意的手段暗中破坏。当然，这有可能是一次很正常的事故，毕竟美国的最顶尖的康涅狄格号核潜艇都能在南海撞了山，而美军的军机军舰都来南海几百趟了，都没能把这儿的水文情况给探清。这么一艘货船千里迢迢地跑去打海峡，撞的什么暗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无论这件事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，相信我国一定会对此调查清楚。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再加上美国开启新一轮对华制裁情况下，这次的沉船事故就更显得敏感。只有调查清楚了，才能让我国货船更加安全放心的航行。